关于明塞的，他就是从糕饼起家之后，然后呢，他把贡糖，他好像金门的贡糖的由来跟明塞的关系有相当的渊源，对不对？是是。是不是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？我们金门贡糖哈，就是以前的金门是没有贡糖，那这个是我阿公在15岁的时候过来金门，那他是漳州的东山岛的人，那当时就是从东山到厦门去帮人家做这个糕饼面包，那被金门当地的这个面包店请到金门来做点心，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来到金门。是。对，那早期的话呢，就是在我们最早的一个家里的历史是从我们漳州东山岛，这个我阿昼啦，应该我要叫阿昼，叫张哲，他姓张，因为我们我们家里是姓张，那阿公呢就从这个当时在漳州的泰利发，就是阿昼开的店，在里面这个学汉品技术，对，所以当时就在东山岛那边就已经在从事这个汉饼的一个事业。对，那当然汉饼脱离不了就是贡糖也是其中之一。那这个贡糖它在大陆它是属于当时是属于花生糖，花生酥。那在大陆就是早期是进贡，就是缴税，对，缴税嘛，因为当时福建是很贫穷的一个地方，那缴税，那缴税之后呢，就变成说，后来呢，在福建当地就是喜糖，就结婚的话也会用贡糖去当做喜糖来使用，是吗？对，就是说花生糖本身就是做成花生酥，对，然后在应该整个福建省。尤其是在下漳泉这边，它基本上喜糖都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竹叶贡糖，或是香酥贡糖这样的一个形体在做喜糖。对，那就是后来呢，就是因为阿公到金门来嘛，那被请来，那这样的一个因缘，对，到了金门来，那就变成在金门这边开了一间贡糖厂。那这个店呢，就是西门庙口那边，对，就是在榕树下，靠近嗨，对，榕树下，那这个榕树下呢，那民国80年是开放观光之后，我爸爸就从刚刚这个地方，这边又搬到那里去，就跳到这边，那做一个厂店合一的。对，那在那个时候的话，已经有开放观光了嘛？因为我看都是游览车，就是刚开放观光。是，那我爸爸就那时候在街上就说，这些游览车就是下车之后，到街上去乱窜。那我爸爸认为，我们是贡糖世家，应该来买我的贡糖啊，怎么没有全部都进来？因为店很多啊，不可能全部到我们家。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，那我开一间这个专业的。可以看制作，也可以吃贡糖，也可以卖贡糖的店，然后让这些游客可以直接到这边来。在那个时候的话，可能就有一些观光工厂的一个雏形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缩小版的观光工厂概念。这个民国80年代，我是听一些台湾的长辈说，就是同业啦，观光工厂同业，就是说在民国80年的时候。台湾其实也没什么这样的一个，所以没有对当时的话，可能观光工厂还没有什么概念。对，因为当时是厨房不给人家看嘛。对，怕人家会把技术给学到。对，早期就是这样子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听就是台湾观光工厂的长辈讲的，说早期这个时代好像没有台湾没什么这样的一个模式。对，那这个是我爸爸在80年的时候就做了。所以在我们也算是观光工厂这样厂店合一的先驱啦，就是我爸爸他们就是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店。了解。在前期的我们稳扎的一个情形之下，就是慢慢的那可能的话就是澄清符号贡糖这边的话把它创立起来，那可能这边的话是不是可以跟线上朋友分享一下？应该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甘苦谈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他们我爸爸他们在经营的那30年啦，这个过程，其实因为我到国中
毕业我就到台湾去读书。是那但是这个过程我应该还是加减有印象，就是非常的辛苦。是尤其是从明记当时我们转品牌，就是在更新品牌到陈金福号这个品牌的时候，是突然间人家找不到我们了。对，这是陈金福号，不是明记工厂，找不到了。那就在这个改品牌之后呢，就到现在这段时间，其实都是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幸运。是在这个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2008年，妈祖回湄洲的时候，到我们店里来出假。那一次之后，对，那我们的生意就蒸蒸日上，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。尤其是传承面这一块，就是说，上下代都是有代沟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跟爸爸妈妈有默契，就是用一些方法，那配合时间去做转换，去做升级，是，所以就是也慢慢的越来越没代沟，可能我做的一些年资也够。对，就是你慢慢熟悉了自家企业之后，然后呢，因为其实外面的大环境还是有很多一些比较创新的，不管是理念也好，或者是做法也好，但是你们可能这样子上下代的一些沟通冲突拉扯之后，可以慢慢的去把那个菱角给磨圆滑之后，你可能就更懂得怎么样去跟长辈去沟通，然后能顺利的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们来谈谈企业的理念。是我们企业的理念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？其实我们这个企业的理念一直都是这个，我们特别绣在后面对，引领传统，发扬我们共堂的祖传的一个手艺，然后在金门呢，可以这个开创新的一个局面，找到新的一种文化跟创意的方式来做这个经营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。是，所以你看我们在我们的包装上，其实非常的有创意以外，还非常的有典故。是，我看包装盒的话，其实的话也涵盖的那个，就是非常多种的一个面向啊，可能有战地色彩的啦，或者是有很多一些比较讨喜的。是，就是在这个包装上，其实每一个包装都是有它的故事性。这是我们比较独特的地方。是怎么讲？执行长，那又是比较年轻要接棒的人，你身上的话背负的传承使命的话是什么？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？其实我就刚就讲，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就是去想到我阿公啊，对，那开创这个贡堂这样的一个商品，因为贡堂这个名字确实是从我阿公。闽塞陈世命他所开发出来，那被金门当地的这个百姓所命出来的。因为阿公在制作贡糖的时候，在那边贡糖硬底子，你要贡糖所以就供出这个名字来，所以当地的百姓就在街口就说阿公口耳相传说闽塞跟你贡糖啊，所以当时这个花生酥就变成被人家命成是贡糖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商品对我们家来讲，它是一个使命，是对，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贡糖的事业经营上，其实我们 focus 都在贡糖上面，尤其你现在看到的非常强调贡糖，我们不会因为外面的一个改变去影响到我们的根基，所以你说在传承这件事情上，其实当时回来就已经想好了。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，因为我是觉得蛮好玩的事情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执行长的心态非常的好，就是虽然是挑战，但是你可能的话用另外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态去接受它，然后就把它当做的话，就是在玩的事业，但是又战战兢兢的去接受它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必须得这样，是，不然你会做不下去。对，所以我是苦中作乐的一个概念。对，它是一个 game 嘛，它是一个游戏，它是一个挑战，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情这个屡战屡胜，不会畏惧这个挑战。那这样的一个心情持续做下去，我们是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。那在
传承的这件事情上，到我这一边，目前是我爸是 safe， 他过关了，对，但是现在又变在我的身上，未来的话就是你要扛起这样的对，或是弟弟的身上，他必须会负担的这个石头，是，所以我爸爸之前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，他心中的石头已经放了，现在在我们的肩上，所以就是说在经营贡堂这一块上，我们其实不会觉得很辛苦啦，是对，但是在传承的这个挑战，就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对，了解。我们要不要来聊一下公益面的事情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是，我们公益其实从我爸爸他们早期就在大大小小的一个活动上，是或者是爱心关怀上，其实我爸已经参与了非常的多那真的讲不完啊，有很多的这个单位他都有去帮忙。是，那我自己在公益的这个区块，我是认为我发挥我自己的一个专长，所以我在金门的这个健康产业上去做一个我认为我们企业。执行长的专业是运动，你是运动，我是体专毕业的，对，体大毕业是，对，所以在运动的这一个领域上是还有一点略懂，那就是说，我在找的是说，因为很多的企业它都有这个回馈地方，是，那我在想说，除了捐款，除了帮忙，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急难的啦、救助的啦这一些，然后还有赞助一些地方的活动，是这些以外，还有什么是企业可以来贡献的？是，所以我在这个角度上，我是以健康的方式，因为金门的医疗不足，是，然后健康的资讯非常的落后，是，所以变成说，我认为说，那我如果从这个健康、从运动方面、从知识方面，去进入到金门，然后为金门地区去开发出新的一个这个算是窗口。让金门可以获得很大量的一个健康资讯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它也是一种公益，对，造福金门地区的一些长辈，对长辈。